很多人搞不清楚一件事，遇到难关了，到底是该念阿弥陀佛，还是该念观世音菩萨？很多朋友跟我说，这两位不都是大慈大悲的佛菩萨吗？只要心诚不就好了？难道还有区别？各位，区别真的太大了，把这弄混了，你手里那串佛珠念得再亮，也挡不住现实里的鸡飞狗跳和各种烦恼。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个极其重要却很少人真正搞懂的底层逻辑说明白。只要跟着我看完今天的内容，你不仅会明白怎么在极难关头求对感应，还能掌握一套实实在在的修心方法，把你心里的那些委屈和重担一次性全部放下。为了把这个道理彻底讲透，我们今天不去讲那些经书里艰涩难懂的名词，我来给你们讲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情境。这个故事里的主角，他所面临的崩溃与绝望，可能就是现在荧幕前的你，或是你身边的亲友正在经历的煎熬。听懂了接下来的这个故事，你心里那个打了几十年，越求越痛苦的疙瘩，就能一下子被彻底解开。故事要从一个让人心慌的深夜开始说起。那天，外面是狂风暴雨，雷声大作。山里那间老道场厚重的木门突然被人砰砰砰地敲响，连门框都在跟着震。那声音夹在风雨声里，听起来像是来讨命的，又像是绝望到了极点的哀嚎。开门的小沙弥吓了一跳，赶紧拉开门栓。门一开，一阵冷风夹着雨水灌了进来，紧接着跌进来一个人。这个人是谁？他是我们镇上开传统加工厂的陈老板。陈老板今年快60了，平时在地方上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他是从学徒做起的，白手起家，吃了一辈子的苦。那间铁皮屋工厂，每一根梁柱都是他亲自挑的，每一台老机器都是他当作宝贝一样保养的。空气里那股刺鼻的机油味儿，对别人来说很难闻，对他来说却是全家温饱的安心味道。他出门总是穿得整整齐齐，见人总是客客气气，笑眯眯的。他太太跟着他吃了一辈子的苦，为了省钱给工厂周转，去传统菜市场买菜都要跟菜贩讨价还价半天，身上穿的永远是夜市里200-300块钱的衣服。好不容易前几年景气好，在镇上买了一栋透天厝，可你现在看他全身湿得像个落汤鸡，头发死死粘在头皮上，衣服上全是泥巴，简直比路边的流浪汉还要狼狈。他一见到道场里的老和尚，双腿一软，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冰冷的石板地上。一个大男人当着众人的面，眼泪鼻涕混着雨水，哭得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，肩膀剧烈地抽搐着。老和尚没多说什么，只让人给他端了杯热姜茶。陈老板双手抖得连杯子都端不住，茶水洒了一地，好不容易喝下2口暖了暖胃。他的苦水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，哗啦啦的全倒了出来。他说：师父啊，我活不下去了，我真的无路可走了。原来陈老板这2年运气真的背到了极点，先是合作了10几年的大客户突然卷款跑路了，留下一座山一样高的呆账，工厂的机器停了，几十个跟了他半辈子的老员工，薪水发不出来，连每个月的货款都付不出。这还不是最惨的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他那个从小被保护得太好的儿子，嫌工厂太辛苦，不愿意接班，想着要赚快钱，跟着朋友去搞什么地下期货，还偷偷去跟民间借贷借了利息高得吓人的钱，结果全赔个精光，欠下了几千万的无底洞。现在那些讨债的黑衣人天天上门，拿着扩音器在工厂门口广播，还在铁卷门上泼红漆。家里的电话
一天24小时响个不停，连亲戚朋友都被打电话骚扰。他太太承受不住这种日夜煎熬的压力，彻底崩溃了。就在昨天，他把几件旧衣服塞进塑胶袋里，一边哭一边指着陈老板的鼻子骂：我跟着你做牛做马一辈子，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结果你养出一个败家子，把我的棺材本都赔光了，连住的地方都要被查封了。他哭着回了娘家，连头都没回，吵着要跟他离婚。陈老板跪在地上，用力捶着自己的胸口，那种痛啊，真的是痛彻心扉。他哭喊着：师傅，我这辈子没做过缺德事啊，做生意我从来不偷工减料，初一十五我也吃素拜佛，我也常常捐钱帮忙铺路造桥，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要把我往死里逼？我今天晚上一个人骑着那台老机车出来，雨水劈头盖脸地砸下来，我都分不清安全帽里是雨水还是我的眼泪。我把车停在桥头，看着底下湍急的溪水，我真的想眼睛一闭跳下去，一了百了。可是我想到工厂那些等着发薪水的老员工，想到我那个支离破碎的家，我的脚就像灌了铅一样，怎么也跨不过去。他抬起头，眼里满是血丝，死死抓着老和尚的衣角问：师傅，大家都说念佛能保平安，我现在想念佛，我想求菩萨保佑，可是有人叫我念阿弥陀佛，有人叫我念观世音菩萨，我脑子都快炸了。我现在一念佛，满脑子都是银行的催款单，一闭上眼就是讨债集团拍门的声音。师父您救救我，您告诉我，我到底该念哪个佛，念什么经才能让客户把钱还我，才能让讨债的不来找我，才能让我太太回家啊？各位，你们看陈老板现在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像极了我们遇到难关时的反应？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理智是完全崩溃的。他把佛菩萨当成了什么？当成了能变魔术的神仙，当成了有求必应的提款机。他觉得只要念对了一句咒语，只要找对了那尊佛，啪的一下，所有的债务就没了，家庭就圆满了。但老和尚看着他，眼神里充满了慈悲，却也有一种深深的无奈，因为老和尚心里很清楚，陈老板现在的心已经被恐惧、焦虑和绝望塞得满满的，连一根针都插不进去。这个时候，你直接告诉他念什么佛号，他是绝对听不进去的。必须先用一盆冷水把他那颗发烫、发疯的心给彻底浇醒。老和尚看着跪在地上痛哭的陈老板，没有马上回答他该念什么佛号。老和尚先是拿起桌上的一个空茶杯，开始往里面倒热茶，茶水满了，老和尚却没有停下来，还在继续倒。滚烫的茶水溢出了杯口，顺着桌面流到了陈老板放在桌边的手上。陈老板烫得猛然缩回手，大喊了一声：师傅，茶满了，烫手啊！老和尚慢慢放下茶壶，平静地看着他说：陈老板，你也知道烫手要放开，你现在的心就像这个装满了滚水和茶渣的杯子，你心里已经塞满了那些债主可恶的嘴脸，塞满了对儿子的怨恨，塞满了对未来的恐惧。你的心太满了，哪里还有空间装得下佛菩萨的智慧？佛菩萨的甘露就算滴下来，也只会顺着你的烦恼流到地上去。陈老板愣住了，接着老和尚慢慢站起身，从盐罐里抓起一大把粗盐，放进一个透明的玻璃杯里，然后倒满了水。老和尚把杯子推到陈老板面前，说：你喝一口看看。陈老板乖乖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，噗，他马上吐了出来，五官全挤在一起，咳着说：师父，这水太苦，太咸了，
根本吞不下去啊。老和尚微微一笑，点点头，接着他带着陈老板走到禅房后头的院子里，那里有一个很大很深的景观湖，雨水正滴滴答答地落在湖面上，湖面宽广平静。老和尚又抓起同样大的一把粗盐，用力撒进了那个大湖里，然后他舀起一瓢湖水递给陈老板：“你再尝尝这湖水还有咸味吗？”陈老板喝了一口，摇摇头说：“没有，一点咸味都没有了。”老和尚看着他的眼睛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陈老板，你现在遇到的这些几千万的呆账，被骗的钱，家里的变故，就是这一把盐巴。老天爷给每个人的苦难分量其实都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这份痛苦尝起来到底有多苦，取决于你把它放在哪里。你现在的心就像那个小小的玻璃杯，所以你觉得苦得要命，苦得活不下去。如果你能把心量放大，放大成这座湖，那这点盐巴撒进去还会有味道吗？债务还是在那里，可是你的心不苦了，你才能挺直腰杆去面对。”陈老板听了，整个人呆在原地，眼泪无声地流下来。老和尚接着说：“你觉得那些讨债的人是来逼死你的？我再给你讲个故事，这就像心理学上说的空船效应，但在我们佛法来看，那就是被业力牵引的空船。假设你今天骑着那台老机车在省道上，突然有一台车从后面撞了上来，你回头一看，如果那台车上坐着一个正在滑手机的年轻人，你一定会破口大骂：你瞎了眼吗？怎么骑车的？你会气得半死，甚至想冲上去找他理论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回头一看，发现那是一台根本没有人的空板车，是停在斜坡上没拉手刹车，自己滑下来撞到你的，你还会生气吗？你不会的，你只会自认倒霉，摸摸鼻子把车子扶起来，赶快去修车，继续往前走。老和尚拍了拍陈老板的肩膀，指着外面的风雨说：“陈老板啊，那些到你账的客户，那些上门泼漆的债主，他们就是那台空车啊，他们是被自己的贪婪，被金钱的欲望，被业力推着走的空船。你现在用我受了委屈，我被欺负了的心态去对抗他们，你用一个我去跟另一个我硬碰硬，你当然痛苦不堪。你念佛不是为了解决那艘空船，而是要解决你自己心里那个正在破口大骂的我啊。心不静下来，你就算把喉咙念破了，佛菩萨也帮不了你，因为你的心胸就只有那个玻璃杯那么大。”陈老板手里还拿着那把木瓢，雨水打在他的脸上，但他突然觉得心里那块压得他喘不过气的大石头好像裂开了一条缝。就在陈老板手里拿着水瓢，心里刚刚有了一点点体悟的时候，考验说来就来了。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，那天的雨下得实在太大了，山里的土石早就松动，风声听起来就像是几百只野兽在外面哭嚎，吹得整栋建筑都在微微发抖。突然之间，轰隆一声巨响，简直就像是地动山摇一样。道场外头那棵几十公尺高的百年老榕树，平时那是大家乘凉喝茶的地方，竟然被狂风连根拔起，不偏不倚，直直地砸向了隔壁的法堂。只听见哗啦啦一阵让人头皮发麻的声音，法堂巨大的玻璃窗瞬间碎裂，玻璃渣子和着泥水喷得到处都是，狂风夹着暴雨直接灌进了大殿，甚至把电线都扯断了。只听见啪的一声，道场瞬间停电，陷入了一片死寂的漆黑之中。各位，你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刚刚还安安静静在喝茶，下一秒钟仿佛世界末日到了，
地上全是碎玻璃，空气里弥漫着树木折断的腥味和尘土味。陈老板当时是什么反应？他原本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，砰的一下子炸开了。他吓得魂飞魄散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心里想的只有：我不能死在这里，我死了工厂那些员工怎么办？我老婆怎么办？那些债谁来还？这是人的本能，恐惧到了极点的求生本能。他噌的一下跳起来，连滚带爬地往大门口冲。在黑暗中，他根本不管前面是谁，甚至撞倒了刚刚给他倒茶的小沙弥。他也顾不上扶，像个无头苍蝇一样，只想着往外逃。可是当他跌跌撞撞冲到门口，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时，他整个人愣住了，仿佛被钉在了原地。因为他看到老和尚还坐在原本那个木桌前，连姿势都没有变过一下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，只听见嚓的一声轻响，老和尚慢条斯理地擦亮了一根火柴，点燃了桌上的一根红蜡烛。那微弱却温暖的烛光亮了起来，照在了老和尚极度平静、没有一丝波澜的脸上。他的手里甚至还稳稳地端着那杯没有喝完的热茶。老和尚看着门口慌乱的众人，语气平稳的像是在谈论今天的天气。他说：莫慌，心乱了，这灾难就更大了。接着老和尚有条不紊地指挥年轻的沙弥去拿手电筒，引导大家避开碎玻璃，退到安全的后院，一个一个确认有没有人受伤。等现场稍微安顿下来，老和尚拿着蜡烛走到缩在角落还在发抖的陈老板面前。老和尚淡淡地说了一句：陈老板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刚才我们还在谈佛法，谈放下，你好像听懂了，结果这棵树一砸下来，你的原形就毕露了。陈老板脸上正红正白，羞愧地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老和尚接着说：世间的无常与灾难，就像这棵倒下来的树，说来就来，从来不会跟你打招呼。你平时初一十五吃素，遇到事情就求菩萨保佑，逢年过节也懂得捐点香油钱。你觉得自己挺虔诚，但真的大难临头了，你心里只有你自己，只有恐惧和自私，这就叫做假修行。真正的修行，不是在佛堂里敲木鱼敲得多大声，也不是在顺境的时候说些好听的佛理，而是在这棵无常的大树砸下来，在你破产，在你家庭出状况，在债主逼上门的那一瞬间，你还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？你的心还能不能定得住？经过了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无常风暴，那棵倒下的大树不仅砸碎了法堂的玻璃，也彻底砸碎了陈老板心里那层只想求保佑的虚伪的假修行面具。等到风雨渐渐停歇，天边微微透出了一点亮光，老和尚拿着那根蜡烛，带着陈老板慢慢走进了大殿。大殿里虽然一片狼藉，但正中央供奉的佛像却依然庄严。中间是阿弥陀佛，旁边是观世音菩萨。老和尚指着佛像，转头看着陈老板，语气非常温和地说：陈老板，你刚才问我，你现在事业垮了，被盗了几千万的呆账，太太也走了，你到底该念阿弥陀佛，还是念观世音菩萨？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世间千千万万个遇到难关的人心里最大的疑惑。今天我就把这个底层逻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。老和尚先指着观世音菩萨的圣像说：你听过佛经里有一句话吗？叫做千处祈求千处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观世音菩萨，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发过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大愿。什么愿？就是闻声救苦。
这就像什么？就像我们去传统市场买菜，看到那些牵着小孩的妈妈，只要孩子一不小心跌倒大哭了一声，那个当妈妈的绝对是连手上的菜都不要了，马上冲过去把孩子抱起来安抚。不管你在哪里，只要你遇到了过不去的坎，你心里痛苦、焦虑，你喊菩萨的名字，非就像那个心疼孩子的母亲一样，马上就会跑过来把你抱起来。老和尚看着陈老板的眼睛继续说，陈老板，你现在面对的困难是什么？是工厂发不出薪水，是被高利贷追债，是家庭分崩离析，这些都是你这辈子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的现实痛苦。就像你走在路上，突然掉进了一个大泥坑里，浑身是泥，爬不出来了。这个时候，你需要的是什么？你需要的是一条能马上把你拉上岸的粗绳子，你需要的是马上有人能伸出手拉你一把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种急难关头，你念观世音菩萨，感应是最快的。因为肺的愿力就是专门来做这场及时雨的，肺能让你在最慌乱、最绝望的时候，心先定下来，心定了，不慌了，智慧就开了，你自然就能想到怎么去跟债主协商分期，怎么去安抚你的太太，怎么把工厂剩下的机台处理掉，这是解决眼前问题的智慧。陈老板听得入了神，眼眶又红了，但这一次不是绝望的眼泪，而是恍然大悟的激动。老和尚接着转过身，指着中间的阿弥陀佛圣像说，那我们再来说说阿弥陀佛是做什么的。阿弥陀佛发了48大愿，非建立了一个西方极乐世界，非的存在是为了接引我们，在我们这辈子走到尽头的时候，给我们的灵魂一个最终极的归宿，让我们不再受轮回的苦。如果说观世音菩萨是你在这大海上遇到风浪时的救生圈，那么阿弥陀佛就是远方指引你回家的那一座大灯塔。老和尚突然加重了语气，一针见血地说，可是现在很多人遇到倒会，遇到工厂倒闭，遇到孩子不听话，就成天喊着我看破红尘了，我想赶快往生极乐世界。陈老板，你之前一遇到讨债的上门，一看到银行的催款单，你就拼命念阿弥陀佛，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这不叫修行，你这叫当逃兵。你心里其实是在想，这个世界太苦了，这笔几千万的呆账我还不出来了。阿弥陀佛，您赶快把我接走吧，我不想面对了。你在这世间欠的债，结的怨，那就是你这辈子该修的功课。功课没做完，你就算跑到天涯海角，业力还是跟着你。你以为极乐世界是专门收留欠债不还的逃兵吗？你是在用念佛来逃避你作为一个老板、一个父亲、一个丈夫该负的责任啊。这句话就像一道闪电，直直劈进了陈老板的心里。他突然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整个人像是泄了气的皮球，却又无比轻松。他说，师父，我懂了，原来我一直都挂错号了，我欠了一屁股债，还没学会怎么面对生活，就天天想着逃到极乐世界去，难怪我越念心越虚，越念越害怕。老和尚笑了，点点头说，没错，这就叫契机。你要解决眼前的生存危机，你要修现世的慈悲与定力，就老老实实念观世音菩萨，把问题一件一件解决掉。等你把世间的责任都尽完了，到了临终那一刻，你再一心不乱地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这两者，一个是过程，一个是结果，缺一不可。陈老板深深地鞠了一个躬，但他突然又停下了脚步，原本放松的肩膀又垮了下来。他苦笑着转过头，眼里闪过一丝不甘心，问，师父，
欠债我还，工厂倒了我认。可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呢？我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家业，被他几天就挥霍光了。还有我太太，我这么疼她，她却在我最惨的时候抛弃我。师父，我只要一想到他们，我这心里就像有刀在绞。我对他们全心全意，为什么换来的是背叛？这种被亲人捅刀子的痛，观世音菩萨也能帮我化解吗？他弯下腰，从满是泥水和碎玻璃的地上捡起了一块晶莹剔透的玻璃碎片，放在手心里。陈老板，你看着这块碎玻璃。老和尚的声音很轻，却字字敲在陈老板的心上。你觉得这块玻璃是今天这阵狂风吹碎的，还是它本来就是会碎的东西？陈老板愣了一下，回答：玻璃本来就是易碎的，风一吹，树一砸，自然就碎了。老和尚点点头。世间的一切关系，包括夫妻、父子，本质上就像这块玻璃，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，缘分尽了，自然就散了。佛经里说，儿女投胎到你家，无非4种原因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你那个儿子，很显然他是来讨债的。你辛苦了一辈子，总觉得工厂是你的，钱是你的，你想把这一切都留给他，但老天爷借着他的手，把你这辈子该还的业债一次性全要回去了。你现在心痛，是因为你死死抓着那个我不放，我的钱被败光了，我的心血没了。如果你能转念一想，原来这笔几十年的旧债，今天终于连本带利还清了，从此以后我们两不相欠了，你的心是不是就彻底解脱了？陈老板张着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几十年的父子恩怨，在老和尚嘴里，原来不过是一场债务的清算。老和尚把碎玻璃轻轻放在桌上，继续说道：至于你的太太，你怪她在你最难的时候离开你，你觉得她无情。可是陈老板，你回想一下，她跟着你吃苦受累了几十年，为了几块钱在菜市场跟人讨价还价，连件好衣服都舍不得买。这30年的陪伴与付出，难道是假的吗？人啊，最容易犯的毛病，就是用100分的标准去要求凡人。你太太只是个普通的女人，她不是菩萨，她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。几千万的黑洞，讨债集团的恐吓，已经超过了她这个凡人能承受的极限。她不是背叛你，她只是撑不下去了。你不能因为她今天撑不下去了，就抹杀掉她过去30年为你熬白了的头发。记住，不要用菩萨的境界去要求凡人，而是要用菩萨的慈悲去体谅凡人。他走了，你该对他说一声辛苦了，谢谢你陪我走过这半生，而不是满怀怨恨。听完这番话，陈老板扑通一声再次跪下。这一次他没有嚎啕大哭，而是把头深深地刻在地上，眼泪安静地淌湿了石板。那块压在他心头最重最痛的亲情大石头，终于在这几句开示中轰然粉碎。他彻底放下了。这一次他看着外头渐渐亮起来的天空，知道自己真的该回家，去平静地面对那一堆烂摊子了。各位啊，道理我们刚刚都讲通了，可是我必须说句大实话。很多人听完这些道理，点点头说：老师，我懂了。结果回到家，一拿起佛珠，还是不会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心里还是那个老习惯，手里拿着佛珠拼命拨，嘴巴动得比机关枪还快，心里却在想：哎呦，今天市场的猪肉是不是买贵了？明天的汇钱不知道筹不筹得出来？那个到我账的客户到底抓到了没？你要是这样念佛，我告诉你，
你就是念到下辈子，把喉咙都念破了，佛菩萨也听不见，因为你的心根本没有在专线上。那到底该怎么念，该怎么做，才能在我们遇到焦虑、遇到难关的时候，真正发挥救命的作用呢？老和尚那天早上给了陈老板3个实用的救命锦囊，我今天也把这几个压箱宝拿出来教给你们，你们可要听仔细了。今天看完影片，立刻就能跟着做。第一个锦囊叫做耳朵听声音，你不要笑。这个动作最简单，但也最难。很多人念佛是用嘴巴念，声音散在空气里，心就跑出去玩了。这就像是我们以前听那种老式收音机，频道没对准的时候，里面全是沙沙沙的杂音。你必须慢慢转那个旋钮，转到那个频率对了，声音才清楚。真正的念佛是要把心收回来。怎么收呢？就是你念出的每一个字都要用你自己的耳朵把它听得清清楚楚。南无观世音菩萨这7个字，你要字字入耳，字字入心。哪怕你是在心里默念，心里也要有一个声音，你的耳朵也要去听那个心里的声音。这在佛法里叫做反闻闻自性。你只要能专注听清自己念佛的声音，那个乱糟糟的心自然就定住了，外面的杂念就进不来了。陈老板后来回到家，心一慌，他就试这个法子，不求快，也不贪多，就是一句一句听得清清楚楚。结果他那颗像沸水一样的心真的就慢慢平静下来了。第二个锦囊是用来对付杂念的，叫做不理不睬。很多人常跟我抱怨，老师啊，我不静下心还好，一想静下来念佛，那些坏念头、杂念，还有那些讨债人的嘴脸全跑出来了。我越想压，越压不住，吓得我都不敢念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是天大的好事情，这说明你的心开始静下来了，你才看得到那些平常就在你脑子里飞来飞去的灰尘。以前你是浑水摸鱼，看不见而已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千万不要去压抑它，也不要生自己的气。你该怎么做，你就把它当成大街上走过去的路人。这就像是你坐在自家透天厝的2楼阳台，看着楼下马路上车子来来去去，那些车子就是你的烦恼。有大卡车，有机车，他们开过去就开过去了。你总不会无缘无故跑下楼，追着一辆路过的垃圾车破口大骂吧？烦恼来了，你看着他来，看着他走，不要去追，不要去跟他打招呼，不要去理他，你只管把注意力轻轻地拉回到你念佛的声音上。就像你在花园里拔杂草，你不需要对着杂草发脾气，你只是轻轻把它拔掉，继续种你的花就好了。烦恼没人理他，自己摸摸鼻子就溜走了。第3个锦囊是给你们救急用的，叫做一念真诚。万一，我是说万一啊，哪天你突然遇到极大的变故，像是家里突然出事，或者讨债的黑衣人已经站在你家门口了，那个时候你吓得全身发抖，可能连那7个字都念不全了，或者你脑子一片空白，根本分不清该念谁了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各位啊，这个时候你不要管什么规矩了，也不要管什么仪式了，你就死死抓住一个念头，哪怕你只喊一声菩萨救我，只要你那个心是100%真诚的，是完全放下的，那个力量比你平时安安稳稳念1万句都要大。老和尚跟陈老板说，佛法从来不看形式，看的是你那颗心，你那个求救的心是真的，感应就是真的。后来陈老板是怎么做的？有一天，那些讨债的又来了，凶神恶煞地坐在他家客厅沙发上。陈老板心里也怕，但他没有躲，
他走进厨房，心里死死抓住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一字一字地念，奇迹发生了。他的手不抖了，他端着泡好的乌龙茶走出去，平静地给那些债主倒茶，语气平稳地说：钱我一定还，工厂机台我已经在联络买家了，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逼死我，你们1毛钱也拿不到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那些原本要砸东西的年轻人，看他这么镇定，气焰反而消了，最后竟然同意让他分期还款。这就是定力生出的真实智慧。太太看他整个人变得沉稳踏实，不再逃避，气也消了，最终也愿意回家跟他一起面对。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不要等到火烧眉毛了才去抱佛脚，要把这个功夫用到我们每天的吃饭、穿衣、走路、泡茶、睡觉里去。各位菩萨，各位好朋友，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，我们这杯茶也喝得差不多了。回头看看陈老板，再看看我们自己，这大半辈子走来，谁不是跌跌撞撞，满身是伤？我们辛辛苦苦求神拜佛，不过最后图的就是一个家宅平安，图一个内心安稳。但真正的佛法从来不是在深山古寺里，也不在那个冰冷的蒲团上，真正的佛法就在我们每天柴米油盐的日常里，在我们面对逆境与难关时，那一念之间的心平气和里。我常说，修行是为了利他，放下是为了自度。今天你听到了陈老板的故事，学会了那3个救命的锦囊，你心里的那个结可能稍微松开了一些，你觉得有希望了，觉得平静了，这非常的好。可是你看看身边，看看你的亲友圈，是不是还有很多人像当初的陈老板一样，正困在事业的泥沼里，正因为家庭的破碎而夜夜失眠，他们也在痛苦中挣扎，也在寻找解药，却找不到那一根救命的稻草。这把解开痛苦的钥匙，现在已经握在你的手里了。如果你只是自己收着，那这份福气是有限的。但如果你愿意动动手指，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，转发给身边正在受苦、正处于人生低谷的亲朋好友，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哪怕有100个人里，只有1个人因为你的转发而点开，他心里的疙瘩解开了，他知道怎么去面对眼前的烂摊子了，他不再绝望了，那你这就是救了他，甚至救了他一整个家。这就是无量的功德，这比你在佛前磕1万个头，烧1万炷香都要来得更有力量。因为你这是在行菩萨道，你成了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的一部分，把慈悲传递了出去。所以今天我想拜托大家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一丝丝的帮助，请你不要吝啬，给这支影片按个赞，点个关注。这不只是对我的鼓励，更是为了让演算法推播这份善缘，给更多在黑暗中需要光的人。最后，我诚恳地邀请大家在底下的留言区写下4个字：法喜充满，或者是阿弥陀佛，又或者是你今天的一点点感悟，一句简单的祈福。让我们把这些善言善语在留言区汇聚成一个巨大温暖的正能量磁场，把今天这份听经闻法的功德回向给你的父母、你的伴侣、你的儿女，回向给世间所有正在受苦的众生。把心安顿好，福气自然就会跟着来。愿诸位心如莲花，出淤泥而不染，生活顺遂，福慧双修。如果你喜欢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希望未来能一起继续探讨修心养性的智慧，欢迎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你的每一个关注都是我们结下的一份善缘，
也是支持我持续分享佛学智慧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阿弥陀佛。